你的生涯规划是什么？我喜欢画画，想当绘图师。我喜欢刺激，我要当赛车手。你想抽烟吗？想，偶尔抽一根没关系吧？不，我不抽烟。你信上帝吗？信，当然信啊。不信，我只信我自己。等等，同一个人，同一颗大脑，同样的问题，怎么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？那么，到底哪一个才是我？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Alice 洗澡笔记，一起读觉得日光。好久没更新这一系列，真的非常抱歉。其实我一直没有放弃读这本书，一直在努力补充各方面的知识，希望可以理解得更透彻，再分享给大家。今天我终于把进度捡回来啦。这一集要分享的范围大约是书里的第32页到34页。在上一集我们谈到，不管是有没有造物主的宗教，都是人类建立爱与关怀的媒介，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救赎与支撑。不过这两种世界观走的路线截然不同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先来简单比较一下东西方的宗教观。当然东西方只是一个粗略的分法，每个宗教每个派别里面还有很多差异，今天只抓一个大框架。我们先从西方宗教开始讲，像是基督教、犹太教、伊斯兰教这类有造物主的宗教，有一个很核心的设定，神是绝对的存在，神创造了世界与人类，但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，神与人之间是断裂的。那人要怎么跟神连结？答案是透过圣约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神圣版的契约，内容大概是：你们遵守我的诫命，我来保护你们，带领你们。然而这种关系也意味着人不可能成为神，也不需要去理解神。正如书中第34页说的，上帝创造人类的同时，也一并创造了人类不可能了解上帝的一面。所以人的任务很简单，服从和信靠。你不需要搞懂一切，只需要相信，然后走在那条被指引的道路上。这样的世界观有两个特征：第一，它是二元的，造物主与被造物，神圣与凡俗，精神与物质，世界被清楚地分成两半。第二，它是线性的，有起点就是创世，有终点就是末日，人生是一条单行道，方向很清楚。这种结构非常容易凝聚人心，目标感很强，付出的代价是排他性也比较强。东方宗教的世界观完全是另一种画风了，它不是线性的，而是循环的，就像春夏秋冬四季会不停轮转，生命也会不停轮回，没有起点，没有终点，比较像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。人与神之间的界限也比较模糊。中国神话里，神可以下凡历劫，传说中日本天皇是神的后裔，反过来，生前对社会有巨大贡献的人，死后也可以封为神。这题我会，就像妈祖或关公。没错，在东方，神就像我们的祖先，关系建立在以德服人或以利服人之上，偏向请托和互惠，而不是绝对的服从。人也可以透过修德修法力，慢慢接近神，甚至成为神。印度教就更狂了，他认为人本来就是神，我们每个人都来自宇宙的本源梵，而梵与我本是一体，就是所谓的梵我一如，只是我们都忘记了，修行就是要记起来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看，西方关心的是神要我做什么，动力来自外部的指引，方向清晰，力量集中。东方关心的是我要如何成为更接近神的人，动力来自内心的驱策，修行是自己的功课，相信努力就有回报。那佛教的宇宙观是属于哪一边呢？是的，佛陀没有回答，还真有人问过他类似的问题。在中阿含经的遇见经里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。有人问佛陀，宇宙是永恒的吗？有边界吗？人死后有灵魂吗？这些问题佛陀一概不答。那个人气坏了，说：你是佛陀啊，不回答怎么相信你？
于是佛陀说了一个比喻，假设有一个人被毒箭射中了，他的亲友赶紧带他去找医生，但这个人却说，等等，先别拔箭，我要先搞清楚射箭的人是哪个阶级，叫什么名字，长什么样子，住哪里，用的是长弓还是弩，弓是什么材质，箭雨是来自哪种鸟类。他可能话都没说完就毒发身亡了，而那些问题依然没有答案。这个人被毒箭射中，却把力气放在这支箭的来历上，听起来很荒谬，对吧？但其实我们也在做一样的事，我们都中了名为苦的毒箭，我们正在承受它，正在流血，我们却用大把的时间思考，为什么是我？公平吗？我哪里做错了？问题是，就算知道答案，也无法减少我们的痛苦。所以当务之急是怎么把这支箭拔出来。这也是为什么佛陀说他只教2件事，苦与苦的止息。那要怎么拔箭呢？佛陀的方法是反复观察验证宇宙运作的规律，这个规律就是法。梵文叫 Dharma， 藏文叫 Chur。 我们要根据这些法好好观察自己的内心，修行觉察，然后亲自验证这些法是不是真的。听起来很有科学精神哎。对，反复观察实验得出结论，这个流程跟科学方法真的很像，也难怪许多人会觉得佛教思想和科学有奇妙的共鸣。不过科学观察的是外在世界，佛教观察的是自己的内心，感觉比较主观，但他人是一种可以重复检验的内在经验，你和他人都可以亲身去修行验证，得到类似的体验。所以在第32页提到，佛教不是有第三者命令我们这么做，也不是靠信仰的力量来支撑，而是往内心看，自己去验证。佛教最早的样貌更像是一套以解脱为目的的实践哲学，后来佛教宗教化，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那佛陀到底观察到了什么规律？我们经常把无常挂在嘴边，这就是佛陀观察到的最重要的法则。无常说白了就是一切事物都在变化，会升起也必然会灭去。有形的东西很好理解，你手边的水杯、桌椅、手机，它们被制造出来，用久了都会坏，我们都知道，所以不会多心痛。但无形的东西呢？爱情、亲情、友谊，那些你以为会一直在的关系，还有你现在的情绪，脑中不断冒出来的想法，它们也都会升起，也都会灭去。我们最常把无常用在美好的事物上，心疼它们的消逝。但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，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的是，痛苦也是无常。那些让你觉得这辈子都走不出来的黑暗时刻，失去一段关系的痛，找不到方向的迷茫等等，也终将灭去。即便知道万事万物都是无常，但我们偏偏很不甘心，总是奢望永恒。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。我们希望爱情至死不渝，青春永驻，寿命无限，希望美好的一切都能被固定下来。反过来说，不好的事物永远被排除在外。但现实是，没有任何东西会照我们的期待停下来。于是我们开始想拼命抓住它，想控制，想留住，想让一切照我们的意思走。这就叫做执着。我们最深的执着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这个角色。因为我们相信我是存在的、固定的、真实的，所以才会期望世界绕着我转，坚持我应该成为某种样子。然而当事情不按照我的意思发展，我们就开始贪，想把它拉回来，开始嗔，对着它发火，开始吃，拼命想搞清楚为什么。我们竭尽全力想扭转那个无法扭转的规则，却注定失败，痛苦便由此而生。既然万事万物都是无常，那个我们最执着、最放不下的我，当然也是无常。这就是佛教主张的无我。注意哦，别照字面翻成我不存在。无我真正的意思是，没有一个永恒固定的我。什么叫永恒固定的我？大家想象一下，我们平常怎么看待自己？我们通常以为自己像个泥人，出生时是一块泥巴，然后被环境塑造，被经历雕刻，
慢慢变成一个特定的形状。我们也相信自己可以主动雕塑这块泥。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我要改变自己。好像只要够努力就能塑造出固定理想的我，然后我们用尽全力去维持，生怕被打回原形。但我的本质其实更像一条流动的河，你抓不住河里的任意滴水，也无法阻止它一直往前流。它的每一刻都在变化，没有哪一刻是完全相同的。但我们总是习惯拿一个杯子，舀起一杯河水，举起来说，这就是我。这个杯子可能是你的容貌，你的成就，你的个性，你的过去。那杯水确实是河流的一部分，但它只是被我们强行装进容器，定死封死的瞬间切面。我们却把这杯水当成了全部的自己。还记得影片开头说的那个左右脑实验吗？这是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·霍夫曼在不实在的现实中提到的实验。当切断人类左右脑之间的连结后，左右脑竟然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意识。有人左脑想当绘图师，右脑却想当赛车手；有人用右手点了一根烟，左手却立刻把它摁熄；有人左脑坚信上帝存在，右脑却完全不信。咦，这样的话，我到底是左脑还是右脑？都是，但也都不是。至少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在左右脑整合之前，自我有不同的样貌，不是单一的，也不是固定的。我们现在脑中浮现的那个我，其实只是大脑在当下整合出来的一个结果。毕竟同时处理所有层面的我太耗能了，直接给一个精简版，让你可以应付眼前的事就行，很方便，但不完整。所以我们脑中那个清晰稳定的我，只是一个暂时被拼凑出来的故事。我们可以学着慢慢放下我，因为真正的我是流动的、变化的，无法被标签定义的，比那个故事里的大多了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整理。第一，佛陀其实只教2件事，苦还有苦的止息。与其纠结那些暂时找不到答案的大哉问，不如把精力拿来处理眼前的痛苦。第二，佛教的修行不是在服从谁的命令，你需要自己透过法去观察验证内心。第三，万事万物都在变化，有升起就有灭去，这就是无常。所以别忘了，痛苦也是无常。第四，无我不是我不存在，而是没有一个永恒固定的我。我们不是那杯被封死的水，我们是不断变化流动的河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如果你也在读觉得日光，或者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